2023年上映的达里尔·迪克森衍生剧震撼来袭，伙伴们催更许久。这也是继《存活之人》后行尸走肉的第2部衍生剧，剧中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变种丧尸。鲁哥一个人兜兜转转的跑到了法国，迎接他的将是新的冒险。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达里尔·迪克森的个人时间线。在衍生剧《存活之人》的结局中，瑞克终于是回到了弗吉尼亚州，也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家人。可他那愚蠢的偶兜兜又身处何方呢？提起行尸宇宙中最具有人格魅力的角色，那咱们的弩哥必定出现在前3。他外冷内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只要他一出现，伙伴们都有着满满的安全感，影迷们也都期待他能有一个好一点的结局。早在半年前，弩哥得知了好大哥瑞克还活着的消息后，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瑞克的旅途。他这次的目的是北边的缅因州，一走就是3个月，期间走走停停的，基本跑遍了整个缅因州。最后因为燃油耗尽，无奈的他只能推着心爱的小摩托打算回家。这天他正行走在返回联邦的公路上，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引擎轰鸣声。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同时也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短刀。末世最危险的往往是陌生人，要是对方打什么歪主意，那他就好好给对方上一课。很快，车子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来一个黑人大汉。Need help, Brian? No, I'm good. Where you headed? Headed home. On a bike with no fuel, huh? You got something to spare? 接着男人表示自己会提供一些燃油，但前提是需要弩哥帮忙做一些事情。达里尔犹豫了几秒后，最终还是选择跟着男人回到了他的营地。男人让他先进去找个地方坐下，一会儿接了任务就能换取燃油。等他走进仓库才看清，这里应该是个汽车维修站。只见里面到处都堆满了各种维修工具和燃油，里面的隔间里还有个男人在通话，看上去应该就是这里的管事。另外旁边也聚集了不少人，他猜测应该和他一样，都是在等着做任务换取物资的。这时带达里尔回来的大汉开始招呼场上的众人，在他的催促下，很快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中间。等人到齐后，大汉便介绍起了这里的规矩，表示这里不允许任何内斗和偷窃，禁止一切不正常的变态行为。大家只需要去抓捕新鲜的丧尸就能换取物资，最好是成年的男性丧尸，老人和孩童丧尸则是一概不要。 What do you want him for anyway? This is not your concern. 1 pint of ethanol per head is all you need to know. What? No. We were told the court. Well, I'm telling you, that's not what it is. Yeah, The but card for the fresh ones. Okay? that's more like. 等管事的离去后，大汉开始招呼众人行动，表示需要什么工具和武器就去后边拿。这时，人群里的小年轻希望能和身边的几人组队，表示人多就力量大。可人家几个老炮压根就看不上他，直接戏谑的让他等电话。而达里尔看到这一幕也没有说话，他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并没有圣母心泛滥。半小时后，达里尔来到了一片树林中，他先是吹响了口哨，将丧尸们吸引了过来。等距离差不多后，他果断地出手了。弩箭先是轻易地穿过了第1只丧尸的身体，然后插在了第2只丧尸的身上。接着他赶忙收紧绳索，把2只丧尸牢牢地捆在了一旁的树干上。随即他掏出了削尖的木棍，刺穿了丧尸的脸颊，以此来防止被咬到。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几个老炮回到了营地，他们还算有点实力，足足抓了有5只丧尸。眼看今天运气不错，几个家伙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而其他的工作人员则是把抓到的丧尸通通赶进了集装箱里，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这时弩哥也回来了，他像是个显眼包一样，身后乌泱泱的拉着10多只丧尸。在场的人哪见过这场景，都看傻眼了。几个老炮更是目瞪口呆，这小子一个人抓的比他们小队多2倍都不止，心里纷纷嘀咕这是哪来的大神。之前的小年轻更是满眼的崇拜，他今天可是一只都没抓到。等把所有的丧尸都安置好后，黑胡子大汉也是痛快的给了一个空桶让他去装燃油。这时小年轻屁颠屁颠的跑过来，套着近乎，想让达里尔带他。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他吹嘘今天也抓了10几个，只不过没注意全都跑掉了。 Look, mister, you, think you give me a few pointers? Yeah. Yeah, go home to your girl. Yeah, I'm trying, but I can't really go back empty-handed. Maybe you could use a partner to help out, you know, for a cut. Doesn't look like I need help. 弩哥哪有功夫理他，尽早换了燃油好回家才是正事。很快到了晚上，达里尔给自己的摩托车加着油。这时他看到白天被他拒绝的小年轻又找上了那几个老炮，恳请这些老江湖能接纳他。看样子这孩子是真没辙了。可这几个老炮的态度很是傲慢，他们哪里想带一个累赘，但又不明说。白胡子男先是用些污言秽语嘲讽着小年轻，完事又戏谑地提出让小年轻去帮他们劈砍些柴火，只要在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能看着火不灭掉，那就考虑匀给他点汽油。小年轻虽然知道对方很大可能是在戏耍自己，但为了能够换到足够多的汽油回家，也只能乖乖地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只是这货明显没什么生存经验，就连简单的劈柴都搞不定。
这时看了半天的达里尔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走上前让小年轻把斧头给他，让他看好自己的发力和姿势。 Follow through. You try. Yeah, thanks. 在达里尔的指导下，小年轻逐渐掌握了劈柴的要领。这时，弩哥询问起了他怎么孤身一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小年轻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表示他原本是住在附近的港口，但女朋友被老丈人给囚禁了，所以他需要有足够的燃油才能带着她私奔。 Where's far away? California. I hear it's better there. You can't believe everything here. It's gotta be better than this, right? 这时候，弩哥意外地看到了这个营地竟还有着通讯设备，于是他跟小年轻打了声招呼，便走进了仓库。虽然成功地借到了通讯设备，但这里的信号实在是太差了。他打算联系一下远在联邦的卡妈，可一连呼叫了半天，里面传来的只有刺耳的电流声。就在他打算放弃，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Hello? Hey, it's me. Daryl, are you okay? Yeah, well, I have a radio here. I thought, what the hell? How you doing? Where's there? I'm in Maine, by the coast. Anything good there? Yeah, you know, it's pretty quiet here. Quiet's good. You okay? Yeah,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 that's all. You sure you're okay? You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me, Daryl. How is it out there?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I'm just gathering up some fuel. I'll be there in about a week. I promise. Daryl, Yeah. stand back. Came back. 关键时候，无线电台的信号突然断开了。无论弩哥再怎么呼叫卡罗尔，对面都没有了回应。到底是谁回来了？疑惑不已的达里尔第二天便收拾行李，准备返回联邦。可就在他出发前，却看到昨晚那个小年轻已经变成了丧尸，还成为了几个老炮的战利品。弩哥上前质问这是怎么回事，可白胡子男却表示自己外出发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丧尸。达里尔哪信他的鬼话？细心的他发现小年轻的脖子上还有道清晰的勒痕，眼瞅着对方还在肮脏狡辩，弩哥直接一拳捶了上去。 这时，营地的管事赶忙过来制止双方。达里尔大声解释，是对方为了换取燃油谋害了那个年轻人。可这里的管事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他们只知道违反了这里规矩的人就要受到惩罚。接着，在营地守卫的押解下，他和白胡子男都被带出了营地，朝着外边走去。到了晚上，达里尔和白胡子男被押解到了一艘轮船上。他有些纳闷，不就是打个架吗？这是给自己带哪来了？ 他一边被人推着朝前走，一边扫视着四周。只见船上到处是集装箱和房间，高架上还有艘求生船，周围巡逻的守卫很多。在一些集装箱里还能看到一些瓶瓶罐罐和丧尸，看样子像是在做什么实验。而在下面的铁笼里也关着不少丧尸，上面还用美法双纹写着需要投喂的字样。瞧这架势，对方这么大费周章的抓丧尸，竟是为了做某种实验。现在落到人家手里了。在没搞清这里状况的时候，达里尔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对方人数众多且还都有武器。 穿过2楼的走廊后，他注意到这里还关押着其他活人，这让达里尔心中大惊，摸不透这帮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就在他要进到牢房里的时候，他穿的马甲却意外被守卫给看中，对方直接毫不客气的给他扒了下来，那还是朱迪斯给他修补的呢。弩哥也没说什么，自顾自的走进了牢房，反倒是白胡子男一个劲的抗拒，嘴里嚷嚷着放开他，可守卫一直在说法语，俩人压根就不在一个频道。 Where's this boat going, you son of a bitch? Tell me! 达里尔傻眼了，这不明摆着上贼船了吗？很快，轮船就离开了港口，在夜色的笼罩下，朝着海洋深处驶去。而我弩哥被拐的人生即将开始。在船上，被关在集装箱里的人很是恐惧，其中一个男人不断的拍打着房门，可下场就惨了。只见几个守卫打开了牢门，冲进来就是一顿捶打，这给达里尔二人看得心生寒意。 一顿拉扯后，两个守卫把男人拖拽到了关押丧尸的笼子前面。看到这惊悚的一幕，达里尔回头瞅了一眼白胡子男，
直到现在他俩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这帮人竟然用活人喂养丧尸。又过了一会儿，达里尔躺在地上咳着鲜血，看样子像是发病了，而老炮白胡子男则不断地拍打窗户，呼叫着守卫。 Get him out! He's puking blood! If he dies in here, he's gonna turn. 可守卫并没有理睬他，而是上去就给了弩哥一脚，这给白胡子男看得心惊胆战。守卫也比较谨慎，见弩哥挨了一脚没有反应，这才拖着他往外面走去。白胡子相当的紧张，因为这是他和弩哥之前就计划好的，要是这货被揭穿，那自己恐怕也活不长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只见达里尔同样被这帮人拖拽到了丧尸笼子上方，打算如法炮制地将他丢给丧尸。看着下面10多个丧尸伸出了渴望的双手，达里尔咬紧牙关，深知再不行动可就要被丢下去了，于是果断地动了手。其中一个更是被他给丢进了尸笼中。等解决了最后一个守卫后，他赶忙把自己心爱的马甲给扒了下来，这可是他的宝贝。穿好马甲后，他刚将牢房的钥匙搜出来，楼下就有人冲了上来。只见达里尔不慌不忙地打开了走廊上的牢门，追上的人直接就被丧尸给拦了下来。白胡子男见状也是不断的大声嚷嚷着让他动作快点，等守卫们全上来想跑都跑不掉。 俩人一路逃窜，现在得想办法从这艘货船上逃出去才行。达里尔凭借着之前观察的情况，他带着白胡子来到了高架上面，打算利用求生船逃离。而此时下面的情况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量的丧尸根本就不是他们能控制住的。白胡子男望着下面的情况，腿肚子都在发抖。求生船被升降机吊着，他俩一时也弄不下来。这时老头看到了一个开关，可让他傻眼的是，上面竟然是法语，他压根就看不懂说明。 就在他研究开关的时候，一只被实验的丧尸突然挣脱了枷锁，直接是冲了出来。只见这只丧尸动作极快，竟然诡异地爬上了楼梯，朝着俩人冲来。白胡子男哪见过这种诡异的丧尸，还没等他有所反应，这只不对劲的丧尸便扑向了他。老头也恰巧触碰到了升降机的开关，救生船直接是掉了下去。达里尔现在哪还顾得上小船？这只丧尸明显是变异了，力量和速度根本就不正常。白胡子就这么领了盒饭。 这时，弩哥也找到了一个工具，趁着变种丧尸扑来的一瞬间，他用力地锤了过去。可这丧尸挨了一下屁事没有，又作势朝他扑来。弩哥直呼惹不起，二话没说选择了跳海。